去，把王储于丹叫来，让他带上武器，上马出发。那是什么人？ 有刺客！报传令！父王，跟我来！好，一起追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为大月之王来报仇的。别过来，让我一个人收拾他。昆仑神。 父王，刺客是月之国派来的。这个月之国还不认输，现在逃到哪里去了？传令王子一之邪，让他好生准备，等待命令。我一定要消灭这个背信弃义的月之国。 地中行月的意思，我匈奴周边的汉朝驻军就不值得一提了。是，汉军主要是车兵、步兵，而我们是骑兵，毛驴怎么能对付老虎和狼群呢？大单于，奴才认为要对汉朝人毫不留情地用兵。 在内的富庶，是大单于难以想象的。中行月，我知道你对汉朝非常了解，不过本单于此时最想要加以惩罚的是大月之国。
关于他们，中行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大越之国，他们夏季去北方放牧，秋季南下，冬季袭击我们的边境。我们只有在夏季在牧场上攻击他们。这时，他们的马是无用的，雄马正忙于和雌马交配，雌马正忙着产小马驹儿。如果我们在那时袭击他们，使他们与水源和牧场分离，在数日内就可以打败他们。你认为眼下该调回一支些的骑兵，去攻击月之人的牧场？现在正是时机。传令医治邪王子，让他率军出兵，攻击月支。在出征前，我要以狩猎之仪亲自检阅他们。河间王刘德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。恭祝太皇太后陛下圣安。胶东王刘瑞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。恭祝太皇太后陛下圣安。淮南王刘安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。恭祝太皇太后和陛下圣安。入席。陛下，你先说两句。还请太皇太后训示。诸王常年在远方频藩，辅佐天子，支撑我汉家天下，辛苦了。只是树高千尺，老根儿还在这里呢。今日诸王入朝觐见，制度倒是其次，大家济济一堂，叙叙天伦之乐，才是老身的本意。河间王，臣在。老身听说，你收集到许多旧书典籍，比天禄阁的皇家藏书品种还多。自秦焚书典籍散落民间，臣正以重金收购，将来献给皇家。很好，河间王言行可登大雅之堂。谢太皇太后勉励。淮南王，你写的那部书不错嘛。臣实在不敢当。老身倒觉得淮南王不必这么谦虚，所以老身给你的红列赐名为《淮南王书》。你这部书博采众长，可传世。陛下，你也认真读过此书了？朕以为淮南王的学识渊博。我看不只是学识渊博呀，而且这部书中深藏帝王之道。我想请淮南王明日去东宫坐一坐，
老身对黄老学说有些心得，明日想与你切磋斟酌。改天还请你到太学堂上给年轻一辈儿们讲讲。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。讲得多好！陛下，天色已黑，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，弄点热的吃吃。也好。有人吗？开门！开门呐！喂，谁呀？平阳侯在附近狩猎，想在贵府借宿一夜。哦，你们先等着，我去禀报一下啊。喂，哎，郭姐，原来是卫青老弟啊！都说你入宫随了皇上，是郭姐吗？皇上，平身吧。把马拴好了，都进来吧。皇上请。不必拘礼，快去弄点吃的喝的。都听到了没有？快去！诺。郭姐，你这个庄园很不错呀。你郭姐不是一个赶马车的吗？怎么竟能如此阔绰？这卫青过去也是骑奴，如今不是也成了陛下的武士吗？陛下有所不知啊，郭大侠乃是当今江湖第一豪强，可以权行周御，力折公侯啊！是吗？那朕这儿正好有一件事情，你郭大侠是否也可以给帮帮忙啊？陛下，见笑了。陛下还有什么事用得着小人来帮忙？朕在找一个人，看看在哪儿能够找到他。什么人？一个叫金俗的女人，听说就流落在附近的乡下。啊，那好办，小的着人替陛下查一下。淮南王刘安拜见太皇太后。这么说，你献呈淮南王书，正是要针对朝廷前一段独宠儒学的实弊。正是，臣下以为，黄老之道博大精深，包罗万象。书中的《主述训》一篇，阐述了君王驾驭群臣、治理国家的策略和手段，是臣专为皇上奉献的。前一阵，皇上重用强化王权的儒士，实施大有为之政。抛弃我汉家立国以来无为而治的国策，
其结果必然是好大喜功，华而不实，国运不振。皇上年少气盛，处事实欠周全。很好，真该让皇上也来听听。来人呐，在。去把皇上请来。诺。回太皇太后，未央宫那边说了，皇上今儿一早便带人去上林苑打猎了，说是，今晚也要在那边露营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一国之君。我们在这里为他操心国政，他倒好，玩去了。哎呀，摊上这样的国君，怎么不让老身操心？庄庆迪，臣在。你即刻去上林苑，提醒皇上，祖上有制，隔日避朝，明臣必须回宫处理朝政，叫他别玩过了头。如荒喜国政，他这皇上就别当了。臣这就去禀告。慢，你就这样对皇上说：明日早朝，老太太在朝上等着他呢。臣记住了，这就去讲。太皇太后，前个晚上还温柔百般，然后就带人去了上林苑，这一走已经大半天了，连个口信儿都没有。你说这皇上到底想怎么着？我摸不透他，一点儿也摸不透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我只要你回答我，你是不是还想让他继续当这个皇上，还是想让别人来当你的皇上？女儿啊，这回可真到节骨眼上了。母亲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嘛？如今这朝廷上上下下都有人，尤其是窦家的许多人，都在怂恿着老太太让皇上下台。你娘只要再使点力，皇上是必倒无疑。可是这皇上倒了，你这个皇后也就肯定做到头了。我不想日后再听你抱怨什么。娘问你一句，你是想鱼死网破呢，还是想好生的跟他过日子？要依着我恨起来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把它剁碎了，放到锅里给煮了。可我心里其实又喜欢他。要论这心吧，谁做皇上都没有比他更合适的。他心气高，志向大，人又聪慧，我在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英雄的人了。哎呀，母亲，女儿恨他，就是想看看，如果他当不上这个皇上了，他那两只眼睛是不是还会像现在这么骄傲？哼，盛气凌人。我的傻孩子，如果他不做皇上了，那任他眼里再闪什么光，也都不重要了。这么说，太皇太后让皇上明天一早必须上朝。到时候朝鼓一响，皇上不到，那可要出事了。你呀，立即去禀报，好几10里山路可耽搁不得。这我知道了，只是皇上没有早起的习惯呢。再说，又喝了那么多的酒，恐怕……怕不怕是你的事儿，朝不朝那是皇上的事儿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臣还要连夜赶回宫去，告辞了。哎。这可就怨不得我了。着人去告诉皇太后，让她今天也上朝去。诺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刘彻的骨头硬，还是祖宗的章法硬。吁！
去那边看看。来，在，叫他下来。去，诺。哎，你们别过来！哎，下来，下来。不不不！哎，下来呀！拜见太皇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我交代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？禀报太皇太后，已传令程不识将军今天一早加强仪仗警卫。哪用动刀动枪的，找人写个诏书就行了。他这皇上当的，当儿戏似的，真气死我！文武百官列队朝拜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驾到！今天这个早朝，各位都看见了，这大卫空空啊，唱主戏的没来，看戏的可都齐了。武安侯在吗？臣在。我老了，这记性不好，你学问大。你说，按照祖制，这皇上过了时辰还不上朝，是件能够允许的事吗？回太皇太后，臣下以为，皇上年轻心性未定，常爱微服出巡，偶尔误一点时辰，倒也不算是太大的事情。更何况当今朝政主要是太皇太后临朝打理，即使皇上不在，也误不了国家大事。你倒是会捡好听的说呀。老身问你的是，什么叫祖训规制？武安侯，回太皇太后，当然，若严格考究，高皇帝确是对后世天子立下了严格的规制。你就当着老身，当着王太后，当着各位大臣，给我们细细说说，
微臣微臣遵命。根据高皇帝祖训，后世天子若太后、太皇太后在世，天子必须依时朝觐，以尽孝道。每隔5日必须奉礼问安，觐见太后、太皇太后，禀报重大国情政事。这小子有10多天没见着他的面了，这算不算伪制啊？是伪制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天子逢1逢5必须临朝会见大臣，处理朝政。如有违背，则违背怎么了？则当着老身，你就大胆的讲。伪实伪制，伪制伪实，则为怠忽国政；如四出田猎游戏，则荒息国政。这臣下有错，必受天子处罚。倘若天子欢喜朝政，有处罚吗？回太皇太后，臣着实不敢善意处罚天子之事。太后，这老身糊涂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逢几了？回太皇太后，回太皇太后，今天是8月15团圆大节，也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那现在都是什么时辰了？莫非还没到朝会的时间吗？回太皇太后，可以招金门代召计时使者来问问。小臣叩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臣复姓东方，名硕。我问你，现在到了朝会的时辰吗？大臣们的时辰已到，皇上依例可晚来1个时辰，所以还差1个时辰。是吗？好，我们等。东方朔，你去那边盯着沙漏，看着计时尺，时辰一到，即刻来报告。臣遵旨。这沙要是漏得太快，你就很简单。时辰到了没有？还没有到。王太后，如果今日误时，皇上久久不到朝，老身可是不得不依祖制责罚皇帝的。东方朔，时辰到了没有？回太皇太后，还没有到。还没到。
计时逝者。怎么回事啊？回太皇太后，确实还没到。还不到？那也不等了。这，我要拟诏，待臣再去看。写建元元年，汉室第5朝皇帝刘彻禀太皇太后。臣有要事禀报。讲。臣内急，想要如厕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？去吧。皇上驾到！是皇上。皇上回来了！皇上驾到！皇上回来了！皇上回来了！怎么回事？禀报太皇太后，皇上他回来了。恭请皇上圣安，吾王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上去哪儿了？回奶奶的话，孙儿尽孝心去了。今日朝会大事，你竟然迟迟不上朝。5日当觐见奶奶，你也多时不露面。你这个不孝的孙儿，还讲尽孝？你尽的是什么孝啊？奶奶，孙儿要尽的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。孙儿替母亲找回了她失散民间的女儿，朕的姐姐。宣皇姐金俗上殿。带来人上殿。我的女儿。下去吧，姐姐，到家了，别害怕，啊。金俗，真是我的女儿。俗儿。这是朕的皇姐，失散多年了，进殿来见母亲。来，拜见母后，拜见太皇太后。来，你不想母亲吗？别怕。快去。
金苏，是我的女儿。苏儿。朕的娘是没有办法呀。苏儿，娘再也不离开你了，再也不离开你了，苏儿。奶奶，其实孙儿知道，奶奶呢，一向教导孙儿要以仁孝治天下。可是自从上次奶奶告诉朕，母亲还有一个女儿失落在民间，让母亲伤心。朕不能不替母亲分忧啊！也是天道昭昭，让朕找到了自己的姐姐，既替母亲减轻了痛苦，也实现了祖宗提倡的孝道。别哭了啊！好了好了。算你会说话，但愿你对我这个瞎老太太也能有这份孝心。快来拜见太皇太后！快拜见太皇太后！祖母在上，这是天经地义呀。拜见太皇太后！退朝吧。臣等敬贺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上阖家团圆。册封金俗为修生君，照皇室公主安置。今天那个沙漏是怎么回事啊？臣查了，可能是那个东方朔搞鬼，他把漏下的沙子全装进了自己裤子里。什么？所以那1个时辰等于以往的3个时辰。真的把沙子都装进自己的裤裆里。回太后，千真万确，也不嫌硌得慌，那滋味儿好受。臣要严罚他。算了，这小子倒真有点鬼聪明，难得他对皇上这么忠心。微臣拜见陛下。你就是那个会吹牛的东方朔吗？请陛下恕罪。你没罪，今天反倒还有一功。你这个人还挺机灵啊！回陛下，微臣奉旨代召宫门，只能尽这点愚忠了。皇上何时回来，微臣做不了主。可是既然让微臣掌管这沙漏，那么
钟点时辰这点小事，微臣还是做得了主的。不论皇上何时回来，微臣一定要让这个沙漏是正点。哼，你这个人很有意思。好，这样吧，朕在上林苑打了几只鹿，章还有野猪，要分给大臣们，也有你一份，以示奖赏。谢陛下。平身吧。我说我没看走眼吧？想当初从你那吹牛皮的对策上，我就看出你小子机灵。要不怎么专门把你调来金马门掌管沙漏呢？这还不错。今日啊，你救了皇上一驾，赶紧的去分你那个野味儿去吧。喏，记住了，那可是御赐的。